你好，我是 Yuri。现在的女生已经越来越难接受那种约会只会去吃饭、看电影、喝奶茶的男人了。一直用这种约会方式这种约会行程的男人很可能会在第一次约会之后就直接被女生打入冷宫。所以这代表对现代男人来说，懂得安排一个与众不同的约会地点还有行程，是可以让女生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爱上你的。所以如果你不想像很多身边的人一样，被一个聊了很久、追了很久的女生，在约会之后就直接把你封锁掉的话，那么今天的方法你必须要学。那么为什么与众不同的约会安排还有行程会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其实一个与众不同的约会行程可以让女生觉得就是你跟别的男生是不一样的，你是一个有个人品味的一个男人。而且你还可以通过这一个行程里面去跟女生创造出很多属于你们的共同回忆，让她认为你就是她爱情故事里面的男主角，从而爱上你。所以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呢，你会学到如何安排一个会让女生觉得你很有魅力的一个约会，还有如何让女生在第一次约会就爱上你的一个方法。所以如果你以往是那种花很多时间很多钱去追女生，可是最后总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兄弟的话，那么今天的知识绝对可以改善你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记得10年前我是一个追女生能力跟直男一样的差，完全不知道怎么追女生。然后我每次约会的时候，我都只会带女生去吃饭、看电影、喝奶茶，再不然就是那种毫无目的逛街的那种行程。所以我总是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女生呢都会在跟我第一次约会之后感觉好好的，然后可是回家之后就再也不回我信息了，甚至可能连看都不看。更糟的，有时他们会直接把我封锁掉。我就一直以为是我在约会过程中表现的诚意不够，女生才会像是拒绝那种电话销售一样这样子去拒绝我。所以呢，后来我尝试带女生去那种有乐队表演，而且空气中还能闻到那种淡淡的玫瑰花香的那种高级餐厅去用餐。甚至我还送过女生一个那种跟水桶一样大，然后它的触感好到跟婴儿一样好抱的那种玩具熊。但是很遗憾的是，情况一样没有变好。女生在约会的过程中就像是以前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一样，不停的东张西望。对我准备的那些话题也是随便回复1、2句，可想而知，后来回家过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后来我就在想与其每次都这样子，那不如我尝试一下改变一下约会行程呢。所以我开始把好玩还有有趣作为约会的重心，主要是要让我和女生感觉到就是那种童年的时候我们跟邻居一起玩耍，一起在路上奔跑的那种快乐。所以我开始用这一个思路去编排我的约会，结果就是女生开始像一个很羞涩的少女一样跟我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那我究竟做了什么呢？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啦。我其实只是把女生带去鬼屋跟我一起玩，是那种要付钱的鬼屋 ，OK， 然后牵着她的手跟她一起探险，一起尖叫，然后我再带她去买了我以前我奶奶时常买给我的甜品，然后我一起坐在夕阳下的海边，一起傻傻的那里唱周杰伦的歌。然后每一次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点就是脸红的，然后跟对方对视1个2秒，然后在海风的祝福下就会接吻了。所以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约会行程就可以让约会不要再像面试一样那么的沉闷，这样子就能让女生很大概率的说出我们交往吧。当然我知道你可能会认为可是不对啊 Yuri， 真诚比刻意安排更重要不是吗？当然我不否认其实真诚是女生非常看重的一点，但你要知道其实在追女生里面真诚远远是不够的。就好像今天你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好了，假设他们非常真诚非常有诚意的帮你安排了所有的行程，行程满满，但是每一个行程每一个地点都不是你喜欢的，也不是你会有感觉的。那我想问你参加完这一次的旅行团过后，你还会参加同一个旅行团吗？又或者可能你认为只是选择一个地点不能反映出我的个人特质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类是会通过观察别人做的决定来判断对方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个人特质的。比如说今天可能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时常都进出图书馆，时常都待在图书馆，很多时间都花在那里，当然你一定会下意识的就是觉得这个人他很喜欢看书嘛，对不对？当然不一定是对的 OK， 所以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的。所以如果你能让女生感觉到跟你约会的过程中是非常有趣非常快乐的，那么其实她很自然她就会认为就是你是一个能够带给她快乐的男人。但是相反如果你带给女生去那种很烂大街，可能女生她之前的可能20个追求者都带她去过的那种约会地点，或者是那种很闷，女生不会有兴趣，只有男生感兴趣的那种约会地点的话，那么女生她不是很自然的就会下意识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无趣的直男嘛。所以这也代表一个与众不同的约会地点还有行程是可以让女生在一次约会里面就爱上你的。所以你要怎么做，要怎么改善呢？其实很简单，下次以后你再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一直想着就是要怎么表现诚意，要怎么要带女生去那些很高档但是华而不实的地方的，或者又是那种像我刚刚讲的，女生已经被男生带去过几百次的那种地方，比如电影院奶茶店这一种，你完全应该要带女生去那种高娱乐性还有高互动性，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对你来说很有故事的地方。什么是高娱乐性高互动性呢？比如就是密室逃脱还有游乐园。那么什么是有故事的地方呢？就是可能或者那种就是你从小吃到大很有感情的那种餐馆，以前跟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时常去的那种餐馆 OK， 为什么呢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前者就是那个密室逃脱还有游乐园，它可以让你跟女生有很多很多的肢体互动，也可以给带来就是给女生很多很好的情绪。然后后者就是有故事的地方，它可以让你有很多关于你自己的故事可以讲，可以让女生了解到你的人设还有优点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在约会中女生对你的好感。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能够让女生倒追你的方法，请点击资讯栏里面的 URL， 我们会立刻发给你。